走吧。少爷，山路崎岖，要不让属下抱着您走吧？殿下，根据您所提供的信息，我们一共找到了3个疑似的地方，一个在山脚下，一个在山腰，最后一个则是在山顶。去在山腰的那个地方吧。看来那传言是真的。你们去将这周围的树枝都清理干净，然后去外面守着，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属下遵命。这些是我收集而来的功法，你们拿回去先练着。殿下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一个瞎子进入这里都能够安然离开，想必这里应该没什么危险。晚辈雪扶摇见过前辈，我无意进入这里，还请前辈不要怪罪。你这小家伙倒是有礼貌，不过我现在只是一抹残存的意识，当不得什么前辈。您就是当时将凡间界与修仙界隔离开的那位大能？大能谈不上，我只是看不惯那些人滥伤无辜罢了。小家伙，我的时间不多了，能够在消散之前见到你，我很开心。这里的东西就都留给你了，希望你能够好好利用它们。不是，就这么简单？等一下，您还有没有什么遗愿？我可以帮您完成。不用，我没有什么遗愿，更没有遗憾。在我看来，将遗憾留给后人是一件十分没品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见多识广了，但这洞府里的很多东西都是我没见过的。好在这位大能十分贴心地留下了说明书，根据书中记载，这里每一件都是精品，法器、丹药，其中就有这次我要找的乾坤造化丹。听说服用后，修炼速度是常人的几倍，同时还会获得百物不侵的能力，世间任何邪物、毒物都会对其失去效果。上一世那名少年突然消失，8成是被那个家族抓起来当血奴了。因为乾坤造化丹虽然被吃了，但药力却并没有消失。在修仙者看来，这少年就是一颗会行走的乾坤造化丹。真是老天都在帮助我。太好了！木灵根，前世是金火木土4灵根，
这一世怎么变成单一的木灵根了？正常的木灵根是浓郁的绿色，根本就不是淡绿色。还有那浓郁的生命气息，也并非是木灵根。不对，这是造化灵根，造化青莲体，仿佛活物般呼吸着。说，这到底是谁干的？皇宫里面的东西都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找！时间那么短，那些东西一定送不远。掘地3尺也要将东西给找回来。听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小宫女为了讨好现在的皇帝，说前朝皇帝还有一个小公主活着。那位小公主因为生母早逝，并不受宠，在皇宫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存在感，所以在皇城被攻陷的时候，这位小公主消失，也没有人注意到。如果不是那个小宫女，就是负责照顾小公主的贴身宫女，恐怕还不会有人知道前朝皇族竟然还有一位公主活着呢。现在全城戒严，不会就是为了寻找那位小公主吧？这块隐卫令牌是父皇留下的，原本不想动用这力量，现在看来不用不行了。你有什么事？我要一块嫩豆腐。进来吧。属下十一见过小主子。起来吧，我这次来找你们是有一件事需要你们帮忙。可是因为城中通缉令的事情。你们现在能够联络上的还有多少人？暗卫50人，如今全部都在。他们此时正散落在皇城各处寻找您的下落。殿下，可要属下将他们都召集回来，然后护送你出城。离开的事情先不急，现在待在皇城里面反而是最安全的。我找你们是希望你们帮我杀掉小宫女樱桃，还有那些贪官污吏，另外还有我父皇以及兄弟姐妹的尸体。帮我将他们的尸体带回来吧。是，属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陛下和殿下们的尸体带回来。现在外面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乱，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前朝公主在复仇，张家的人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张家人想要利用我兄弟姐妹的尸体来逼迫我现身，前世即便是真的尸体都没有成功，这一世假的尸体又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尹三，你一直盯着我的脸做什么？殿下，您的易容之术是谁教你的？为什么面具在您的脸上会如此的惟妙惟肖？我曾经试过很多种材料制人皮面具，但是都达不到这种效果。那是因为我用的不是易容术，而是直接利用法器改变了样貌。法器？修仙界是一直都在的，只不过人间界的凡人想要进入修仙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同时，为了保护凡人，修仙之人也不能随意进入凡间界。既然事情已经办完，是时候离开这里了。殿下，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出发。50人的队伍太大，影1到影10跟着我，一部分去隐藏在暗处，剩下一部分先行前往灵鹫山。是，殿下。灵鹫山是位于雪朝的边境地带，所以我们的时间十分的紧迫。少爷，前面那片苍茫就是边界了。
我们先不进城，先去灵鹫山。前世听说灵鹫山有一名体弱多病还天生眼瞎的少年，突然间拥有了修炼天赋，而且这天赋还碾压了无数修仙界的天骄。最后那个少年的结果如何，我并不清楚，只听说是突然销声匿迹了。而那个最后招揽了少年的家族，却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众多天赋出众的弟子。少爷，到了。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影一，是我。殿下。是我。殿下真的是您？这段时间你们一直都守在这里？因为殿下您突然消失，我们找不到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又担心您突然回来找不到人，所以我们这些人每天都会守在这附近，不让任何人靠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轮换一次，今天正好轮到我。先跟我说说这2年发生了什么事吧。就是。你是说张家被推翻了？既然张家已经被推翻了，那现在掌权的是谁？是秦将军。在将张家赶下台之后，秦将军还曾派人寻找过您。只不过当时您突然消失不见踪踪，所以我们并没有现身。没有现身就对了，没有人会想要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拱手让人的。玉玺，殿下，这东西怎么会在您这里？自然是从皇宫里面离开的时候顺手带出来的。殿下，如今玉玺在您手里，只要您回去，就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不了，先不说能不能成功，就算是成功了，我也只有一个人，治理不好这个国家。你去让人准备25具上好的棺材吧。是，殿下。父皇，女儿马上就要离开了，下次回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如果您泉下有知，就保佑女儿吧。我准备前往修仙界了，你们可要跟我一起离开。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会给你们留下足够的钱财，足够你们以及你们的后代都衣食无忧。我等愿意誓死追随殿下。好，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我必然不会亏待你们的。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殿下，我们该如何去修仙界？秋国。这一走，下一次回来，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或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这人不会是……影一，少爷，有什么吩咐？你去帮我办一件事。接下来我们只能徒步前进了，因为这片森林充满了毒瘴。这驱兽粉是能够让那些野兽跟蛇虫鼠蚁不敢靠近我们。如果看到白色的雾气，绝对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立刻停止前进。殿下，我们还需要走多长时间？我也不清楚，不过你们放心，药水的数量是足够的。
看样子在我们之前应该还有一拨人。不用管其他人，我们走我们的。张蓉儿、张晴儿同父异母的姐姐，这人怎么会死在这里？不对，张蓉儿在这里，那说明在前面的人是张家人。影一，快放慢前进的速度，前面的人是张家人，我们现在还没有跟张家硬碰硬的实力。殿下，为什么这么说？我说的张家并不是人间界的张家，而是修仙界的张家，那是一个修仙世家，不是现在的我们能够撼动的。而且我不希望我的消息传入他们的耳中，这会给我们带来数不尽的麻烦。影一和影二留下跟我进入石寒镇，其他人在暗处潜伏起来。是，殿下。感觉跟人间界也差不多。人间界和修仙界最大的区别就是灵气。石寒镇靠近人间界，所以这里的人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天眼，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前世那场飓风把它吹出来，引来多少宗门的争夺。我们先在这里休息2天，然后再出发。外面是什么动静？镇子里丢了东西，现在正在挨家挨户寻找。小镇的石像丢失了，你们是昨天才进入这里的陌生人，你们的嫌疑最大。识相的就快点将东西交出来。这位大人，我们只是过路的，想要在这里歇歇脚。至于石像，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都是没有修为的普通人，大的一个应该有些功夫在身上，但并没有修为，这样的人无法使用储物袋。如果石像是他们偷走的，那就只可能是被藏在什么地方了。你说的最好是真的，否则……另外，为了避免小偷趁机撩走，这段时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允许离开石寒镇。你们应该没有意见吧？自然没有。我们反正也不差这点时间，就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吧。我已经给影一他们测试过资质了，几乎所有人都有灵根，但灵根的资质十分的差。如果不是父皇已经死了，我都想问问在选人的时候到底是怎么选的。要知道，在人间界，有灵根的人说是100万里挑一也不为过，结果他一口气就集齐了50人。不敢想象这些人如果出生在修仙界，会是怎样厉害的资质。月剑山秘境，前世3年后才被人发现。那支开荒小队出来之后，一个个都脱胎换骨。这一世，他还没被任何人发现。秘境的仙泉能让人脱胎换骨，影一他们有了它，就能从凡人变成真正的修士。不过秘境不是那么好进的，现在影一他们是凡人，法器再多，没有修为也用不了。等离开石寒镇后，你们去附近的城镇多买些符箓。是，少爷。殿下，这些符箓应该足够我们使用了吧？你们自己分一下吧，太多了，估计你们也拿不过来。终于到了。殿下，这座山不太对劲。因为这里面有不少妖兽。贴上这个，能隐藏气息，动作快。前世我只敢在外围活动，连山妖都不敢靠近。这一次，我要走到最深处。跟紧我，别掉队。看到任何动静，立刻隐蔽，不要轻举妄动。是。你们在这周围寻找一棵树，
找树？殿下，那棵树具体长什么样子？具体长什么样子我也不清楚，反正跟普通的树不一样，应该就在这附近。找到之后立刻来汇报。是。殿下，我发现了一棵长相奇怪的树。快，带我过去看看。挖挖看。殿下，这是……这个保护罩能够在关键时刻抵挡住致命一击。好了，月剑山秘境并不算是很危险的秘境，但你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仙泉的事情在来之前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但仙泉具体在什么位置，就要靠你们自己去寻找了。我唯一能够告诉你们的是，仙泉应该在一片山谷之内。殿下，我们都走了，您怎么办？要不我还是留下来保护您吧。不用，你们能找到仙泉比什么保护都有用，而且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奇怪，上一世天眼出世，可是闹出了不小的动静，这次怎么这么安静？哼哼。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样子，还要吸多少？我快撑不住了，好疼！幸好之前对山洞口做了伪装，早知道就让影翼留下来保护自己了。我昏迷了多久？动不了，完全动不了。这次真的失血太多了。前世被人追杀的时候，也没这么狼狈过。还好先前服用了造化青莲，天眼是成功融合了吗？我成功引气入体了，而且现在修为达到炼气期2层了。前世我花了整整3年，才从凡人修炼到炼气2层，这一世1天。造化青莲体果然不一样，看破虚妄，能看穿妖魔鬼怪的伪装和幻术，还能看破阵法，还能看破本质，识破修士、妖兽、法宝的弱点，还能鉴宝，还有攻击发射的光线造成的伤口无法愈合，保命手段+1，底牌+1，不对，是加了好几张。也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了，影衣他们找没找到仙泉？反正现在秘境里面就只有他们几个人而已，这就相当于整个秘境的资源都是他们的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顶级天赋、顶级体质的修炼速度吗？难
怪人人都羡慕天骄。他们已经在泡了，看这样子，应该还要一段时间。等他们出来再说吧。这是天地灵宝水绸，虽然是半成品，比不上天眼，但这也是天地灵宝啊！防御性的天地灵宝，遇攻击自动形成护盾。水是至柔至刚之物，这防御力，放在外面绝对是人人争抢破头的存在。终于炼化了，好东西，比那些防御法器强多了。出来了。不错。幸好那位大能有收集的爱好，要不然这储物空间还真做不到一人一个。殿下，这里面是我为你们准备的东西。殿下，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我们一定会好好修炼，然后保护殿下的安全的。我等着你们实现你们今日的承诺。修仙界中有不少的宗门，你们可以选择加入其中，但要切记，万事留一手，不要过于相信一个人。修仙界要远比人间界危险得多。前世我失去了他们一次，这一世我不想再失去第二次。再见了，月剑山秘境。炼气6层了。殿下，我们都有修为了，炼气3层。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是凡人了。这棵树带走，留个纪念。入口已经不在这里了，走吧，下山。殿下，我们商量好了，由属下和影2、影3、影4、影5个人护送您到云城，就地分开行动，对吧？殿下怎么知道？早就想好了。去吧，各奔前程。记住我说的话，万事留一手，不要太相信人。还有，活着，都给我活着。殿下，行了，别煽情了，走吧。殿下，我们也走吧，去云城。影卫们，保重。其实你们不用送我也可以的，毕竟我的修为比你们都高。就算少爷您的修为比我们都高，但您的年纪还小，我们总归是不放心的。老爷当年最后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保护您。保护我？开什么玩笑，我都没怎么见过他。少爷，其实老爷是很关心你的，你从小到大衣食住行他都很上心，只不过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虽然关心您，但是却从来不亲近您，只让我们在暗中保护，确认您安全，不要受委屈，其他的都不让我们插手。暗中保护？难怪我从来不知道。在城破的时候，我们原本应该在老爷的身边誓死守护的，但是他却提前将我们派来保护您了。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了。过去了？真的过去了吗？殿下对陛下有心结，只能等他自己想开了。
少爷，云城到了。云城，前世我在这里躲躲藏藏，过了好几年，没想到这一世会以这种方式回来。少爷，我们就送到这里了。嗯。您保重。从今天起，他们要去闯自己的路了。保重。云城，前世我在这里待了那么久，每一个角落都走过。那时候我只是个被追杀的亡国公主，连真名都不敢用。这一世不一样了，我有修为，有底牌，有前世记忆。我要光明正大的走进元极宗。拜入宗门有3种方式，我已经引气入体，可以直接拜师。造化灵根可以伪装成木系天灵根，正好。铃木长老谢一出，木系天灵根，修为高深，从不收徒。如果我能拜他为师，想太远了，先落脚再说。前世我在这里得到过一件破碎的天地灵宝，虽然只有1/10，但能改变气息和灵根。这一世我来得早，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去看看。没有，怎么会没有？难道是我来早了？那东西还没出现。前世那种被追杀的滋味，我不想再尝第2次。碎玉能改变气息和灵根，是我伪装的最大保障。元极宗的灵根测试应该快开始了，先办好这件事，碎玉总会找到的。是他，不会有错，就是前世卖给我碎玉的那个人。不能急，不能引人注意。他现在还没认出我，我也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老板，这块碎玉怎么卖的？这块碎玉可是我在一位上古大能的洞府里面找到的，看你有缘，给一块中品灵石卖给你。一块中品灵石太贵了，除非你再搭点别的。可以，那你随便挑2样吧。这笛子看不出是什么材质，但能和大能洞府的东西放在一起，应该不简单。先拿着吧。就这2样吧。那个人，算了，不认识。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回去融合碎玉。现在除了原本的能力之外，还多了一个能够改变外貌、声音、体型大小、修为的能力。虽然碎玉也拥有能够改变外貌的能力，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发带。这下终于可以在云城好好的逛一逛了。今天是元极宗的弟子来云城，给4大家族的孩子测试灵根的日子。要怎么样才能够吸引他们注意到我呢？有了！这样应该能注意到我了吧？青师兄，我们这次估计要立大功了。什么意思？现在还不确定，我去就回。
小朋友你一个人啊？你家大人呢？我家没有大人。没有大人，那不就是还没有加入宗门？没有大人啊？那你愿不愿意跟我走呀？我是元吉宗宗主的弟子，跟我走，我可以保护你哦。真的吗？当然。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扶摇，雪扶摇。如果还是选择隐瞒自己的姓氏，说不定跟前世一样会被拒绝加入元吉宗，那就又成为了一个散修了。雪扶摇，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扶摇，我先来给你测试一下你的灵根好不好？木灵根，而且是木系天灵根，这下子我真的是捡到宝了。扶摇，你这段时间就跟在我身边，千万别乱跑，知不知道？外面那些人很危险，就喜欢你这种可爱的小姑娘。你又做什么妖？真的假的？他是……当然是真的，我亲自测出来的，还能有假？我已经联系师傅了，让他再派2个长老过来。真的？在元吉宗这样的宗门里面，单灵根常有，但天灵根确实很少。所谓的天灵根，就是灵根纯度达到10乘10，这样的天才，整个元吉宗也就只有3个，不对，现在是4个了。师姐，这些家族不是都有内定名额直接进入宗门的吗？为什么还要测试？这些家族确实有内定名额，可以让家族中的弟子直接进入元吉宗修行，但是这些名额都是有限的，整个云城也就只有10个名额而已。但这10个名额并不是每年都有的，而是每10年才有一次。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那些年纪大的孩子也要测试？他们应该已经开始修炼了吧？小师妹，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些人虽然早早的便测试出了灵根，但是却并不会立即开始修炼。一些修炼家族或者世家会让那些天赋不好的孩子浸泡药浴的，由各种珍稀良药熬煮出来的药浴，浸泡个几年，再滋养经脉肉身，为将来的修炼打好基础的。同时也有概率让灵根纯度得到提升。难怪大多数修炼天才都是出自一些家族或者世家的孩子，而散修之中却极难诞生天才。水火双灵根，水灵根纯度9成，火灵根纯度9成5。真是可惜了，水火双灵根，水弱火强，这简直是灵根里最残酷的组合。水火不相容，修炼难度比5灵根还大。明明有9成以上的纯度，却比3灵根还不如。你先去那边站着吧。修仙界弱肉强食，虽然是水火灵根，但有家族有资源，就算灵根再废，家族也不会彻底放弃他。比起那些什么都没有的散修，他已经很幸运了。10个名额，够这些家族争破头了。不过这些都跟我没关系。师姐，你不去帮忙真的好吗？没什么不好的，测试灵根的事情有青师兄他们在就够了。而且我这次出来本身就是来玩的。对了，你有什么想要的吗？不要客气，尽管说。不用师姐，我有钱的，我可是把父皇的皇宫都给搬空了呢。我说请你就请你，身为师姐，哪里有让师妹花钱的道理？那就先谢谢师姐了。行了，
看看你想要什么吧。今天的访视好像比前段时间要热闹不少，应该是因为雨露秘境开启的原因。这些散修应该是刚从里面出来的。雨露秘境？散修联盟掌控的秘境。散修联盟你知道吗？就是散修自己组成的势力，虽然不是宗门，但在散修中影响力很大。他们名下的秘境，所有散修都能免费进入，雨露秘境就是其中之一，每10年开启一次。据说是一位上古大能坐销后形成的，里面藏着大能的传承，但至今都没人找到。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可要好好的挑一挑了，万一能找到什么好东西呢？那师姐就预祝师妹成功啦。师姐你就瞧好吧。虽然雨露秘境被探索过无数遍了，好东西早该被拿光了，但这些散修带出来的灵药种子，说不定真有漏网之鱼。这些灵药种子不错，师妹你是木灵根，进入宗门之后，宗门会给你发一块灵田，里面可以种灵药和灵植，成熟了可以自己用，也可以卖给丹峰或者宗门，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谢谢师姐指点。师姐，我想去那边看看。那些都是最常见的草药，连灵药都算不上。就去看看嘛。好吧，好吧，真是拿你没办法。老板，你这些草药多少钱？难道这些就是碎玉的碎片？这未免也碎得有点太碎了吧？1两银子。我要了。老板，你的这些草药是在哪里挖的？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草药，我就是在城外的森林里面挖的。不过那一片的草药已经全部被我挖光了。你要是想去的话，估计要等一段时间了。没有，我就是随口问问。你这些草药的质量很好。就算是再好，也不是灵药，卖不上价钱。你呀你，一些破草药又不值钱，你还当个宝贝一样。师姐，这些草药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晾干之后能够泡水喝呢，清凉解渴。这小师妹看上去有点单纯，看来我以后要多照顾她一下了。你是什么人？师姐，救我！迷药，现在动用天眼，或许能逃走，但这样一来，天眼就会暴露，反而更加危险。师姐一定会来找我的，先静观其变。你是怎么被抓来的？我跟师姐在访视买东西，忽然听到有人说抓小偷，师姐在保护我的时候被人给撞了一下，然后我就被抓来了。这都是那些人贩子的老套路了。你们好像一点都不害怕。有什么好害怕的？那些人最多要些零食，等拿到零食之后就会把我们送回去的。被绑架已经不是1次2次了，都习惯了。习惯了？这种事还能习惯？这些孩子看穿着，家里怕是拿不出赎金来了。不行，等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可以等家人来赎，但我不行。你别乱来！求你把我们的锁也打开吧！求求你救救我们！我来救你们出去。
害啊！竟然还会开锁！前世被追杀了那么多年，撬锁这种技能早就练熟了。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下室，抓我们的是一个专门贩卖人口的组织。他们每年都会抓准元吉宗前来给云城孩子测试灵根的这个时间段开始活动。如果是4大家族的孩子被抓，他们就会给他们的家族送信过去。一般情况下，这些家族都会选择息事宁人。这种事难道就没有人管吗？怎么管？无论是4大家族还是元吉宗，都派人来清剿过这些贼人，但是这些人根本就抓不干净。每次抓捕过后，他们就会安静一段时间，但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而且还会变本加厉地报复那些追杀他们的人。你们信不信我？既然相信，那你们就留在这里，我出去找人来救你们。老大，咱们刚刚抓来的那个小丫头好像是元吉宗的人，现在整个云城都已经戒严了，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老大，我们该怎么办啊？要不我们就将那个小丫头给放了吧？蠢货！你以为你现在将人给放了，元吉宗就能够放过你了？别做梦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等这次的事情结束了，我们就换个地方。云城这个地方我们是待不下去了。老大，这次绑人的是六子，他说自己看错了，想请老大您饶过他这一次。绕过他？老子绕过他，谁绕过我呀？让他绑架个人都绑架不明白。那老大，剩下的那些4大家族的孩子，我们是不是还按照原计划收了赎金就送回去？送什么送？等一下全部处理掉。这次失踪的是元吉宗的弟子，估计元吉宗的执事很快就要来了。师姐，扶摇，太好了，你没事。扶摇，你是怎么逃出来的？林师兄，快去救人！那些人还抓了好多人。我逃出来的时候，听说他们要将所有人都处理掉，然后逃走。你还记不记得那些人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这次势必是要将这些丧尽天良的、猪狗不如的畜生一网打尽。走，师姐带你去报仇。这是什么？可算找到你们了。师姐，这储物袋是？拿着吧，这是给你的精神损失费，是从那些畜生的身上搜出来的。谢谢师姐。不客气，师妹。今晚咱们先在王家住下，灵根测试推迟到明天了。折腾了这么一整天，你好好歇歇。那师姐也早点休息，我先回房了。小师妹睡醒了，要不要去看戏啊？看戏？前几天的灵根测试你应该也看到了，其中王家族长夫人的女儿被测试出了金火双灵根。虽然没有水火灵根那样修炼艰难，但到底是相克的灵根。但好在她女儿的2条灵根纯度相差很大，一个8×7，一个3×6。这样的灵根想要修炼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不说，修炼速度也跟3灵根的修士差不多。但就在昨天，王家族长的一位庶女竟然得到了一瓶极品洗灵丹，将自己原本5灵根的废灵根洗成了丹系的火灵根。因为变化太大，想瞒也瞒不住，这不，一大早族长夫人便将那名庶女给叫了过去，想要对方交出洗灵丹。师姐，当家主母抢夺庶女的资源，这应该是属于家族丑闻吧？你怎么会知道的？今天早上王明月，就是那个庶女的姨娘，突然才闯进我的院子里面，
希望我能够保护他的女儿。他愿意将剩下的喜灵安当做答谢。原来是这样，不过宁愿将喜灵丹给一个外人，也不愿意拿出来，可见王明月对王家的成见很高。顾仙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家里的庶女不服管教，我身为她的母亲管家一番，没想到竟然惊动了仙子。王明月既已经是我元吉宗的弟子，就不是什么人能够随便折辱的。顾仙子说的是，这次是我冲动了。来人，将17小姐送回房间，然后请个大夫来好好的看一看。母亲怎么能让那小妇不见人走？她的喜灵丹还没有拿到手，我还想要变成天灵根的天才呢。师姐刚刚真厉害，几句话就将事情给解决了。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权力和势力，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甚至不用你亲自出手，一句话就能解决。灵根测试还要几天才能结束？之前那个草药小贩说的地方，得趁这段时间去看一看。如果进了元吉宗，怕是很难再出来了。师姐，我想在房间里面修炼，等离开的那天，你来叫我一声就行。你准备闭关修炼？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你这个时候闭关，时间估计不够。不是闭关，我只是想要在房间里面修炼，离开的时候师姐来叫我一声就行。小师妹天赋高，现在说要修炼，说不定是有了什么感悟，还是不打扰她了。不过你想要修炼，完全可以在王家修炼，这里灵气还比较浓郁，干嘛要问你的那个小院子呢？小院子里面清静，而且我在这里修炼，总觉得怪怪的。在王家这几天，算是体会到什么叫豪门是非多了，比皇宫里看到的那些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可一定不要乱跑哦，我已经将你的存在报告给长老了，宗门对你很重视。放心吧，师姐，我是不会乱跑的。终于找到了。扶摇，快过来！这位是陈执事，陈执事，这就是雪扶摇。7、8岁的年纪，在没有人教导的情况下，修为就达到了炼气3层，而且还是木系天灵根。不错，不过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即便是天赋再好，也不能例外。这个我当然知道啦，陈执事。扶摇，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云城了。在出发之前，我要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元吉宗选拔弟子的规矩。除了天赋之外，所有加入元吉宗的弟子都需要走一遍问心天梯。问心天梯一共3000阶，如果无法通过1000阶的高度的话，无论天赋如何，都必须从外门弟子做起。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没有问题的。通过问心天梯的考验之后，接下来就是拜师了。你是天灵根，宗门里面一定有不少长老都抢着收你为徒。如果我不是师父的关门弟子，估计我师父也会心动。师姐的师父也这么厉害吗？你是木系天灵根，我建议你选铃木长老做你的师父，因为铃木长老也是木系丹灵根，而且灵根纯度达到了9成9，差一点就是天灵根了。而且铃木长老的修为也非常高，就连我师父也不是铃木长老的对手。只是铃木长老这些年一直没有收徒，如果他这次还是不收徒的话，你就选云龙长老当你的师父。当然，最后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一个好的师父能够让你在修炼的路上少走很多弯路。你放心吧，师姐，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记住了。
你不去跟他们一起玩吗？我才不要跟一群小孩子玩，我现在在思考重要的事情。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好好思考吧。进入元极宗后，起码好几年无法离开，外面的机缘只能交给影一他们了。这就是你们加入元极宗需要经过的第一道考验。这问心天体一共3000阶，只有攀登到1000阶以上者才算合格，不合格者要么离开，要么去当杂役弟子。修为被封印了。问心天梯考验的是心智，也是体力。前世举步维艰，这一世天眼让我能看破幻境的破绽。25，看见朕怎么不说话？难道是不认识父皇了吗？父皇。前世虽然登顶了，但成绩平平，没引起太大水花。这一次，应该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这小姑娘不错，竟然能够在2005阶的时候还能够提升速度。师父，他就是我之前跟您提到过的木系天灵根的天才，无父无母，小小年纪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修为就已经达到了练习3层，而且他还是最近才开始修炼的。宗主已经收了关门弟子，那这个天灵根天才，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初，这孩子与你一样，都是木灵根，你是咱们元极宗最适合教导他的人，不如……师兄，我从来没有当过师傅，更不知道该如何教导弟子。大师兄最近不知怎么了，总是想塞个徒弟给我，我自己都养不明白，怎么养徒弟？不会可以学吗？师傅从小便夸你聪明，什么东西一学就会，相信这件事也难不倒你。而且这小丫头年纪不大不小，带回去当女儿养，也不用你伺候吃喝。你那青竹峰的杂草都快比人高了，连一个杂役弟子都没有，没有一点人气儿。师兄这是铁了心要给我塞徒弟，罢了。师兄都这么说了，师弟也不好再拒绝了，收下这个小丫头也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收了就行，什么条件你说？这既是我的第一个弟子，也是我的最后一个弟子，还请师兄成全。好。这些年小师弟一直专注于修炼，现在给他找个徒弟，让他有点牵挂，不至于修炼的走火入魔了。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把人定下了，一个是宗主，一个是宗主师弟，在场修为最高，谁敢说个不字？高岭之花不假，但也是妥妥的混世魔王，打了你都没地方说理去。登顶了，封印解了，修为恢复了，但这双腿还是累得发抖。宗主、诸位长老、执事长老，本次新入门的内门弟子已经带到。辛苦你了，你先下去吧。见过宗主，诸位长老、执事长老。小家伙们不要紧张。接下来就是拜师了，被长老选中就是亲传弟子，剩下的就是普通内门弟子，两者之间的差距可是云泥之边啊。小丫头，你可愿意拜本座为师？